今次先唔介紹日本，插播一下之前高雄4日3夜超 hea 之旅，我覺得體驗好好啊。去台北如果只係諗住好 hea 咁食嘢嘅話，其實高雄係一個唔錯嘅替代選擇。今次我係搭 UO 去高雄，朝頭早8點鐘嘅飛機，仲快過去台北個半鐘左右就到。高雄機場好細，人都好少，落飛機出境拎行李好快就完成。抽咗一陣獎，繼續係空手而回啊！高雄都有捷運，而且直連機場好方便，同台北一樣可以用一卡通悠遊卡 iCash。高雄機場嘅便利店同捷運站都可以充值，車費20至35蚊不等，用卡有85折。高雄我就覺得唔需要有特種兵嘅行程，所以我就冇買啲乜嘢交通 pass。高雄嘅捷運線唔多，我多數用顏色嚟記。小港機場站係紅色線嘅總站，而我嘅酒店就喺前金站，要喺美麗島再轉黃色線。今次訂嘅隱室 CP 值超高啊！之後會再有獨立一條片介紹我呢一個 trip 嘅2間酒店。全家買嘅早餐，左邊嘅朱古力奶唔好飲啊，好淡啊。右邊嘅檸檬塔就唔錯，餅底脆，酸甜度都啱啱好。然後我哋就要去南台灣嘅具代表性嘅文創園區駁二藝術特區。原本嗰度就係高雄港嘅貨運倉庫。捷運站橙色線、鹽埕埔站或者哈馬星站都可以行到去。不過如果唔想行得咁辛苦，最好就係轉輕軌，可以喺輕軌嘅駁二大二站或者係駁二蓬萊站落車。呢條輕軌係直達好多個高雄嘅知名景點，單單係駁二特區就已經有好幾個站啦。未周圍行之前先食個 lunch， 一落車就先過大廣橋過去對面食嘢。2023年底開業嘅永心浮島主打海鮮同埋台菜嘅 fusion， 係當地熱門嘅餐廳。以為多數夜晚先比較多人，因為有夜景，但係原來晏晝都好多人啊！我哋12點前到，嗰日仲係 weekday， 幸運地有最後嘅張 walk-in 位。試咗係幾樣嘢，首先係馬告椒鹽烤松板豬，帶少少檸檬香同埋椒鹽味，清爽開胃，唔會太油膩。炭火烤得好香，肉質都爽脆。不過呢個價格就唔算 CP 值好高，台幣580。另外仲有味道都唔錯嘅炭烤小卷420。飲品方面就試咗奶霜芒果沙冰220台幣，都唔錯，但我覺得喺香港都好易飲到。金黃鮮蝦鳳梨球台幣360。愛陳金黃酥脆蝦仁彈牙，外面仲有鳳梨果醬，酸甜清爽。炸蝦嘅份量都算多，果醬唔係好似我哋平時食咕嚕肉嗰種超多汁浸住啲蝦，所以仲保留到炸蝦嘅酥脆。不過我就覺得冇乜蝦嘅味道，就係急凍蝦嗰種。最後係等咗好耐先有嘅3杯雞炊飯台幣380，呢一味超好食啊！炊飯香氣十足，3杯雞嘅醬汁入味有啲甜，雞肉軟嫩，份量都好多。呢間餐廳限時2個鐘，可以上網訂位，亦都可以睇 menu， 仲有啲獨立房。整體嚟講味道都唔錯。如果夜晚嚟，覺得個環境會更加好。室內嘅裝修其實都好靚，但係佢哋好似以自然光為主，感覺有少少昏暗。然後喺等3點鐘大廣橋轉之前，就周圍行下駁二。駁二倉庫區有好多嘅文創商店啊，連市集都唔止一個。每一個倉庫區都有唔同嘅主題展覽，大多數都係免費，適合文青同小朋友嘅嘢好多。強烈推薦去佢哋嘅官網，有好清晰咁樣講，其實每一個區嗰一期會有啲乜嘢展覽，同埋有啲乜嘢商店同埋餐廳。因為嗰度地方真係太大啦，如果冇做功課去，都會行幾攰噶。
個豐澤復刻飲品嘅桂花蜜檸檬超好飲啊，酸甜度啱啱好，味道清新解渴。不過呢一間店好似冇實體店，淨係走訪唔同嘅市集。之後就差唔多去返睇大港橋。大港橋係全台灣第一座水平旋轉嘅景觀橋梁。呢座橋每日都會定時有一個旋轉嘅開合表演，通常都下晝3點。不過我睇完就覺得，如果大家順路就過嚟睇啦，特登睇就不必啦。小朋友都可能有興趣嘅。跟住就繼續睇博爾嘅另一個區，大義區嘅紅磚廊道。最近嘅話就係搭輕軌去到博爾蓬萊站，周圍都有得賣呢一種雪條，都幾好食啊，真材實料。有啲商店食條雪條都可以休息下，回一回氣。後去到大義公園嗰邊有一間明月山丘店，外面嘅設計就好似白色嘅船咁，呼應翻以前高雄港都嘅氣氛。室內簡約自然，好多人喺度排隊，因為如果入去店入邊就會免費有一塊鳳梨酥同埋熱茶，仲有位坐。但係呢部分嘅隊就太長啦，我哋就去咗間店嘅另一邊，係佢嘅副線 Smile 微笑蜜樂，改良自法式千層嘅蜜樂酥，配搭唔同嘅水果、朱古力或者果仁，價錢都唔平啊，台幣180至200之間，不過就可以雙拼。我哋食落都覺得唔錯嘅，個酥皮都好酥脆，不過牛油味就爭緊啲。每次點呢一個都會再送一杯茶俾你。不過我啱啱 check 翻佢哋 IG， 原來2個月前已經冇咗呢一條副線啦。頭先我哋睇過邊緣人市集，嗰個好似就不定期嘅，而呢一度近大義廣場嘅地方，就有一個定期週末先至有嘅博爾市集，橫跨大義區嘅大義公園、廊道同埋大勇嘅藝術廣場。呢度嘅食店係超級多啊，簡直去咗一個日頭嘅夜市啊！而且我覺得呢度賣嘅嘢食可能都比夜市比較新，花款亦都比較多。我哋喺度都試咗唔少嘢，我就最中意食炸嘢噶啦，仲要係炸海鮮，就買咗呢一個拼盤，價錢有啲唔記得啦。但係我記得當時嘅感覺就係，都唔係咁抵，而且都唔係咁好食。然後有一個草莓香腸，以為草莓只係噱頭，喂，但係食落真係有草莓味㗎，好特別啊，甜甜地。仲有呢一個鯛魚燒，呢個鯛魚燒好平啊，而且買3個仲有折。我哋開頭都冇諗住買，但係見到佢整嘅過程，入邊嘅餡好多啊，好吸引啊！我哋開頭買咗1個試下先，點知太好食，之後再買多2個，店家都計翻我哋3個嘅優惠價。鯛魚燒1個70至80台幣不等，3個就200蚊。外表好脆，口香蛋味，餡係超多，多到滿瀉啊！我哋試咗抹茶、吉士同埋芝士，3個都好食。回程就唔搭輕軌，試下行返去橙色線，但好遠啊，唔建議。之後就去咗酒店附近嘅六合夜市。六合夜市交通都好方便，就喺美麗島捷運站一出嚟。我都幾中意呢個夜市啊，尤其去咗另一個夜市瑞豐夜市之後，個夜市範圍唔大，一條直路由頭行到尾就行得完，唔使兜嚟兜去。對路痴嚟講非常方便。而家反而唔係太中意去好大嘅夜市，好大嘅夜市你會發覺其實都係同類嘅嘢，重複又重複咁賣，都冇乜吸引力。第一間就試咗呢一個夜市嘅名物——光頭老闆鐵板炒飯。佢就係主打一樣嘢，就係肉絲炒飯。炒飯用鐵板即刻炒，蛋香油香都好香濃，炒飯粒粒分明，係我喺夜市食過最好食嘅炒飯啊！佢個流程係首先排隊 order，然後 order 完就會俾個號碼牌你，
隔離有一啲位可以坐，都唔難等位。我今次等個飯就大概等咗10分鐘左右，中間仲去咗買嘢飲，呢杯嘢飲都幾好飲啊！就喺街頭嗰度賣嘅檸檬愛玉。呢間木瓜牛奶都好多人推薦要飲噶，不過我本身就唔中意飲呢樣嘢，所以我就冇試啦。都幾多人等緊噶。去到夜市嘅中尾段，見到有一間係叫咩東山鴨頭。其實我之前都唔敢叫呢啲，因為睇唔出佢係啲乜嘢嚟，又唔知個規矩係點。但係呢間都幾多人等啊，所以今次就膽粗粗試下。真係冇排錯啊！呢一間超好食，佢嘅滷味係滷得好入味，但係又唔會話覺得太鹹或者太油膩。鴨頭鴨舌嗰啲我就冇食啦，我反而係食咗其他雞翼啊、腐皮啊、雞皮咁樣。雞皮簡直係 MVP 啊！佢嘅雞皮係有啲乾身，唔會好肥膩，但係又唔會話脆到硬，超好食。嚟夜市唔食鹽酥雞好似爭緊啲嘢咁，所以就求其買咗份細嘅鹽酥雞，不過就麻麻地啦。我哋仲好中意食燒烤雞串，亦都物色咗一間。但係又唔係難食嘅，但係冇乜特別咯。個雞都唔係特別嫩，亦都冇乜燒烤香氣。燒雞排串都係覺得寧夏夜市嗰個最好食啊！第二日一早就行到酒店附近一間早餐名店興隆居，佢星期1、2都唔開噶，我唯有星期6日嚟。一嚟到好多人排隊啊！佢朝頭早其實就係開到11點半，我大概10點45分嚟，幾驚冇得排啊！見到仲有咁多人都冇咁驚。留意佢內用同埋買湯包係分開2條隊，如果你淨係買湯包就好快。佢湯包只係25蚊一粒，都係佢嘅名物嚟。入邊有高麗菜同埋肉，高麗菜嘅比例都幾多，成個包好多汁，清清地唔會話好膩。不過包嘅 size 都唔細啊，如果仲會內用就唔建議買太多個，少少地買一個就好啦。終於到俾錢買嘢嗰度啦，最好就事前規劃好自己要啲乜嘢，如果去到先慢慢揀，個場面都幾混亂啊。我哋就一人買咗一個燒餅，入邊加咗蛋，同埋另外買咗個瓜包，仲有豆漿，同埋頭先食唔晒個包啊，所以我勸大家真係唔好買一人一個包啊，太多啦。個燒餅好大個，熱辣辣，而且口感係好酥好酥，食到成條褲都係碎啊！個燒餅非常之唔錯。另外個瓜包其實個包皮都好鬆軟，入邊嚿肉都唔錯，榨菜就超級多，豆漿都好好飲。如果唔使排咁耐，我覺得值得要過嚟食啊！我諗早啲應該冇咁多人嘅。之後就去咗睇動漫嘢。高雄都有一間日本嘅 Animedo， 嗰度仲有一條類似動漫一番街嘅地方，就喺捷運高雄站一出入邊就係啦。不過可能我哋實在太早，有啲都要等一陣先至開。今次我哋仲發現喺台灣抽一番賞好過香港啊，而且仲有啲冷門嘅一番賞可以抽。呢個人中之龍之前喺香港都見唔到啊。下晝就搭捷運去到生態園區，然後就行去自由和分市場。自由和分市場係高雄最具規模嘅市場之一，超過300個攤位，有新鮮食品、熟食、蔬果、點心、飲品，環境都算乾淨，有冷氣。通常下晝2點幾開始就最多人，尤其我今日嚟係週末啦，好多排隊美食。喺門口買咗呢一個細份嘅排骨酥。外脆內嫩唔油膩，仲另外加咗隻雞中翼，肉質都好鮮嫩，外層同樣好酥。另外呢一間好多人排緊隊嘅何家街蔥油餅，個蔥油餅外層超酥脆，蔥香都好足，有好多種口味，胡椒粉就最受歡迎。佢可以揀半份或者1份，半份都只係45蚊台幣。半份嘅份量都好多啊，超好食啊！我係揀咗海苔味。
其實我勁想再叫啊，但係真係太飽啦。之後就去咗飲綠豆冰沙，都係喺門口附近。喺一個熱熱地嘅天氣飲綠豆冰沙就最好，豆香濃郁，唔算話好甜，入口係好綿密嘅沙沙感。之後嚟到呢一間永味興，呢一間永味興肉鬆係市場長期都會排人龍嘅店之一，用嘅係台灣豬，現炒現賣，肉鬆鬆香又酥，味道唔會死鹹。現場買只係100蚊一包，雖然好長人龍，但係其實條人龍都燒得好快，唔係花咗好多時間就買到啦。呢一間好多人買啊，不過我唔想等，同埋唔想食啲咁飽肚嘅嘢。又嚟到我最中意食嘅炸嘢啊！少少地嗌咗2條魷魚，仲有啲青豆。喺度揀完之後，姐姐就會幫你放，然後就左去翻炸。啲魷魚會再幫你切細條啲，等你容易啲食。啲魷魚口感係唔錯，不過冇乜味。個青豆反而好好食啊，爽得嚟，完全冇臭青味，亦都唔會話好油。然後嚟到呢一間超級多人等緊嘅車輪餅、萬丹紅豆餅，好多人圍住啊，仲要攞飛先。而家先嗌到40幾，但我已經要攞70號啦。佢每一個淨係賣緊台幣15蚊，而且入邊嘅餡料係超澎湃，個皮亦都好厚實。推介紅豆味，啲紅豆好綿密啊！我哋走嘅時候覺得仲多人啊，所以如果嚟嘅話，可能真係早段2點零早嚟就會比較好，之後就會更加逼。臨走嘅時候，其實我仲想食多次何家加個蔥油餅，但係真係太多人啦。我本身第一次嘅時候已經等咗好耐啦。其實會嚟呢一個自由黃昏市場，我原意係嚟揾一間6個爆漿乳酪麵包。係幾年前喺韓國興起，然之後唔知點解喺台灣發揚光大。不過嚟到就唔記得咗呢件事啦。我哋今晚已經搬咗2間酒店，係日航酒店，呢間係新開，而佢步行距離就有一間3多3路寧雅店嘅無爐鍋。呢間店超大，而且又冇乜人。佢附近仲有一間好大間嘅寶雅，超好行啊！下晝食咗好多嘢，我哋都唔算話非常之餓，所以都好夜先過嚟食。叫咗我最中意嘅麵包豆腐白湯，個白湯加咗好多種中藥材，所以飲落去係有淡淡嘅中藥香。入邊嘅鴨血同埋麵包豆腐無限追加。白湯覺得唯一嘅缺點就係可能佢同鴨血冇紅湯嚟得咁夾，但我真係太中意食個麵包豆腐啦。第2日就喺日航酒店附近嘅三多商圈行下。三多商圈算係高雄市入邊最繁華嘅購物同埋娛樂區之一，有好多大嘅百貨公司。嚟呢度主要係想揾間牛肉麵食下，點知意外發現間牛肉麵隔離嘅呢一間店好多人排緊隊喎。呢間牛肉麵叫金慶牛肉麵，佢除咗牛肉麵之外，亦都有越南可食，就喺三多商圈捷運站7號出口附近。我哋開頭見到店入邊冇人，都有啲擔心唔好食。我冇做太多功課，就咁喺 Google 嗰度睇評分。結果個擔心真係多餘啊，因為佢個麵係超好食啊！我哋2個都叫紅燒，不過一個有牛肚，一個冇。
佢個紅燒湯底唔會話好濃味，屬於比較清甜嘅紅燒湯底，有啲啲辣，但係唔會好辣，亦都唔會話太鹹，飲起嚟好溫和順口。佢嘅牛肉係用牛腱為主，每份都好多，非常非常之軟嫩，一啲都唔乾柴，而且佢個蘿蔔都好好食啊！麵底都有中麵、細麵同埋拉麵3款可以揀。之後喺附近隨便行下啲百貨公司，見到呢間意特森嘅蛋卷，就買咗一條試下。都唔算平啊，台幣40蚊一條，朱古力味都幾濃厚。不過我自己就唔係好中意食呢種咁厚實嘅蛋卷，我比較中意蛋香好濃嗰種酥脆嘅蛋卷。就行下呢一間 Second Street， 喺日本過嚟嘅二手店，好似香港都有啦。行到好攰，就去咗烏手嗰度坐下。呢間嘢應該大家都唔陌生，曾幾何時係台北車站排隊名店。我記得嗰陣時我仲要一早去 walk in 啊。而家開咗好多分店啦，所以就唔使點等啦。嚟到一定要食佢個鬆餅，我就叫咗一個經典嘅原味，同埋一個當時嘅期間限定焙茶味。另外都叫咗一杯嘢飲，飲品都唔錯，只不過佢原本個包頭應該係咁噶。睇落就冇平時食開圓形好厚嗰種日式梳芙梨咁濕潤，我覺得比較介乎於傳統鬆餅同埋梳芙梨鬆餅之間嘅感覺。佢個鬆餅本身都好鬆軟，唔會話乾爭爭或者好飽，奶香味都幾突出，有彈性，但係未去到梳芙梨嗰種。佢配嘅醬汁都幾好食，唔會話太甜。之後就去咗夢時代百貨，夢時代都係高雄一個著名嘅地標。嗰度有一間好大間嘅 Cooler。我當時都未食過 Cooler嘅，所以都覺得幾有趣，就去望下。夢時代咧本身其實就有捷運到嘅，但係我哋超黑仔啊，上咗捷運之後壞咗，最後要行過嚟好遠。其實夢時代又好似同其他百貨公司冇乜特別唔同。我當時嚟其實係為咗揾一個一番賞同埋睇一間連鎖店，但係最後都冇達成任務。呢一個行程如果俾我再揀，我就唔會再嚟啦。後來就去咗巨蛋站，喺呢度我約咗人嚟交收。見到呢間茶飲都幾特別，個感覺好文青啊！咁又試咗一杯，都幾清新。之後又去尋找人中之龍嘅一番賞之旅。嚟咗依間有少少偏僻嘅動漫店，但係好在冇空手而回啊，都抽到想要嘅嘢。然後就去咗巨蛋站附近嘅瑞豐夜市。瑞豐夜市係高雄最有人氣、規模最大嘅夜市之一，
比起我哋嗰日去嘅六合夜市大好多。佢嘅攤位有成超過1000個噶，不過我自己就麻麻地啦，因為佢就係嗰種喺個範圍入邊兜嚟兜去、兜嚟兜去嘅夜市，而唔係六合夜市嗰種一條直路。不過呢個夜市有好多嘢玩，所以都幾啱一家大細嚟。仲有另一點唔係太中意呢個夜市，就係佢啲攤位實在太逼啦，所以當好多人嘅時候就覺得好烏煙瘴氣，有時行過都覺得好煙啊。見到呢間專賣雞皮嘅就試咗份細份嘅，唔係我中意嗰種雞皮啊，佢炸到好乾，直情食緊薯片咁樣。之後又見到燒雞串啦，點可以唔食呢？我哋其實見到好幾間，都唔知揀邊間好，就揀咗一間睇落比較企理又有人買緊嘅。呢個燒雞串就比六合夜市嗰個好少少，比較有炭燒香味，但係個軟嫩嘅程度都係冇寧夏夜市咁好。然後呢間 Quick 好多人排緊隊啊！自從葵港嗰間執咗之後，我都冇食過啦，真係好掛住以前有一棘啊！喺度都叫翻一個稀鬆粒嘅試下先，都等咗一段時間，大概2-3個字先有。佢仲可以免費加我啲朱古力針。其實我覺得佢係幾好食嘅，佢個餅嘅蛋香都好濃，但係佢係偏香脆嗰啲，所以入邊嘅醬料已經乾真真啦。之後去咗排水豐夜市經典炸雞扒之一嘅先試雞扒，都唔算排咗好耐。佢雞扒最出名就係好厚，手掌咁大，同埋係唔會幫你剪，所以食嘅時候真係要小心，超易辣嘴啊！佢肉質其實都幾軟嫩，但係我覺得個外層有啲太硬脆咯，唔係我中意嘅嘢。水豐夜市好似唔係太啱食，最後我哋都係返去六合夜市啊！又食多次呢一間山東鴨頭，我今次就外賣買返酒店食，所以份量買得多咗啲，同上次一樣都仲係咁好食啊！然後本來想去返買光頭老闆炒飯，但係唔知今日冇開定係太晏已經收咗呢。我哋就隨便揀咗一間都幾多人嘅炒飯，其實都好好食，粒粒分明。但係都係冇嗰間咁香啊！走嗰一日係下晝3點幾，剩翻嘅時間都唔多。喺酒店附近揾咗一間早餐店食下個蛋餅，嚟咗咁多日都冇食過啊！個蛋餅好好食喎，煎到好薄好脆。高雄仲有一樣嘢出名就係鴨肉飯，呢個7賢鴨肉飯都好出名，開業超過80年，每日現切鴨肉。好好食啊！個鴨肉飯係油潤滑嫩，佢啲鴨呢以為切咗絲會好乾啦，完全唔係，啲飯仲粒粒分明，充滿鴨油香。然後嚟到前金區另一間著名食店前金肉燥飯，同樣開業咗好多年嘅老字號，仲拎個米芝蓮必比登推薦，必須要叫佢個肉燥飯用豬背油做成，雖然睇落去好似好肥膩，但係食落去入口即化，撈埋啲飯食真係超正啊！超推薦要加埋呢一個半熟鴨蛋包，啲蛋汁再加埋肉燥飯，超好食啊！至於叫咗其他嘅，譬如個圓丸湯同埋豆腐，就正正常常冇乜特別。呢間肉燥飯我哋係星期一過嚟，晏晝都要排隊，不過入座都幾快。食飽就去機場啦！呢個機場冇乜嘢食噶咋，記得要食飽先嚟啊！介紹下我今次買嘅戰利品，呢個朱古力蛋白飲係好好飲，而且佢溝水就已經夠啦，係唔會有一陣奇怪嘅蛋白味。但係佢每間寶雅都係得幾包朱古力味嘅咋，所以我係掃咗好多間寶雅先買到呢一啲。
今次去咗4日3夜高雄，我基本上都冇食過太難食嘅嘢，我覺得真係好抵嚟，因為無論機票定係酒店都係平過台北一截，尤其而家台北啲酒店真係貴咗好多，所以如果淨係過嚟飲飲食食，其實我又覺得去台北食到嘅嘢，高雄都會食到，唯一唔同嘅係一啲台北大家成日買好出名嗰啲手信，高雄可能就比較難買。我甚至係去到機場先至第一次見到可以買福源花生醬嗰個蛋卷，所以如果好想去高雄，但係又想買啲台北嘅嘢，最好就上網買定先。嚟緊我又去台北啦，下次再 update 下啦。